全球最名贵的10种顶级食材。在全球饮食体系里，昂贵从来不等于重油重料、堆砌奢华。真正站在世界金字塔顶端的顶级食材，定价逻辑和普通人的认知完全不同。平价食材看产量、看运输、看流通；世界级名贵食材看稀缺、看年限、看存活率、看不可复制的自然条件。有些一年全球仅产出几十公斤，有些濒临濒危近乎绝版，有些需要数年发酵沉淀，有些依靠纯人工100万次精细打磨。我们日常吃到的山珍海味，在全球顶级食材榜单里只能算是入门级别。今天的是非排行榜盘点全球公认最贵、含金量最高、争议最小的10种顶级食材。第10名，麝香猫咖啡，也就是印尼猫屎咖啡，全世界最具争议的天价饮品。全球名贵食材第10位，麝香猫咖啡，俗称猫屎咖啡，它也是全世界知名度最高、争议最大的顶级饮品。市面上几十块、几百块的猫屎咖啡，基本全部属于勾兑、仿冒、人工养殖、量产货。真正野生麝香猫咖啡常年稳定在每公斤4000至6000美元，顶级品相甚至更高。它的诞生逻辑独一无二，印尼野生麝香猫只挑选最成熟、甜度最高的新鲜咖啡果吞食，咖啡豆无法被消化，经过肠胃发酵、酶解排出体外。经过天然肠道菌群发酵的咖啡豆，苦味大幅降低，酸度柔和，自带独特焦糖、木质、花果复合香气，和工业、烘焙、机器发酵完全不同。它是自然界唯一被动生物发酵咖啡。真正昂贵的核心原因有2点：第一，野生麝香猫数量极少，夜行独居，极难捕捉采集，每年野生原豆产量极其有限；第二，天然发酵不可控，成品报废率极高，10斤原料未必能筛选出1斤顶级熟豆。很多人吐槽它本质是排泄物，所以廉价，这是最大认知误区。食品高端领域从来不以来源论贵贱，只以稀缺性、风味独特性、不可复制性论高低。在欧美高端咖啡品鉴圈，野生猫屎咖啡是咖啡品类的终极天花板。第9名，伊朗顶级藏红花，全球最贵香料，1斤抵1套家电。很多人以为燕窝、鱼胶最贵，殊不知藏红花才是全世界单价最高的香料，没有之一。顶级伊朗特级藏红花，市场价稳定在7至8万元每公斤，优质精品更是有价无市。它的昂贵不靠稀缺物种，不靠濒危保护，而是极致的人工成本和极低的出产量。藏红花整朵花朵仅花心3根花蕊可用，花瓣、花蒂全部作废。1公斤干货成品需要人工采摘超过15万朵鲜花，全程必须手工剥离、手工筛选自然阴干，不能机器烘干，不能暴晒，否则香气、药效全部流失。花期极短，每年仅秋季短短10几天采收期，必须日出前完成采摘，太阳升起，花香挥发，品相直接降级。在国际西餐、中东料理、高端甜点、轻奢料理体系里，藏红花是顶级风味符号。它自带天然金黄上色，独特温润香气，既能提香增味，又能调色滋补。普通人家里当作药材，高端餐饮把它当作香料黄金。它也是全球唯一论克售卖的顶级香料。第8名，西班牙伊比利亚黑猪火腿，发酵4年的肉类奢侈品，全球最贵肉制品。西班牙伊比利亚纯橡果黑猪火腿，市面上几十几百的西班牙火腿大多是混合饲料、短周期腌制的普通版本。真正顶级100%纯橡果喂养、4年全自然发酵的伊比利亚火腿，单价突破7000至1万美元每公斤。这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完整血统证书、DNA 溯源、官方等级认证的猪肉产品。它的贵来自严苛到极致的生长标准。黑猪必须放养在西班牙德赫萨原生态橡果林区，全程只吃野生橡果、野草、山泉，禁止任何人工饲料添加剂，脂肪完全由天然坚果油脂堆积，肉质自带坚果奶香。养殖周期结束后，
火腿不进工厂，不进冷库，不用速成工艺，自然风干发酵，整整36至48个月。普通火腿腌制几十天即可上市，它需要4年时间沉淀风味。成品火腿纹理通透，脂肪细腻如膏，入口即化，咸香回甘，没有任何猪肉腥腻感。在全球高端西餐宴席，它是标配顶级冷盘，是肉制品里的陈年茅台。时间是这道食材最昂贵的成本。第7名，日本 A5 神户和牛，牛肉界的品质天花板，全球牛肉的终极标准。日本纯血淡马牛 ，A5 级神户和牛，普通和牛、澳洲和牛、国产和牛都只能算作模仿版本。真正正统神户牛肉仅产自日本兵库县神户特定产区，纯血淡马牛血统不可复制，顶级 A5 级单价突破16万元人民币每公斤。它的昂贵源于全世界最严苛的养殖体系，当地牧场恒温恒湿养殖，精细喂养谷物、青草，严控体重增速。坊间流传的按摩、听音乐、喝啤酒虽有艺术加工成分，但真实养殖标准确实碾压全球所有肉牛品类。最终出品的牛肉霜降纹理密集均匀，脂肪纹理如同大理石纹路，油脂熔点极低，接近人体体温，真正实现入口即化。没有普通牛肉的粗纤维，没有嚼劲负担，入口奶香迸发，脂香浓郁，回甘绵长。全世界所有高端牛排馆的顶级菜单，最高规格永远留给神户和牛，它是牛肉品类里公认无法超越的巅峰标准。第6名，顶级野生松茸，山林里的黑金食材。很多人低估松茸的价值，觉得只是普通菌菇，但顶级野生松茸是全球公认最昂贵的食用菌。成熟、品相完整、无虫眼的高山野生松茸，国际售价突破2000美元每公斤。成熟老茸精品出口级，价格更高。松茸无法人工培育，只能纯野生自然生长，对海拔、温度、湿度、森林植被、土壤菌群要求极度苛刻。从菌丝生长到成熟出土，需要数年自然孕育周期。出土后48小时内必须采挖、运输、超时变质，香气流失，直接报废。每年采摘窗口期极短，高海拔山林天气恶劣，采摘难度极大，损耗率极高。它没有重油重味，自带独特的松木清香，山野鲜甜。无论是日式炭烤、中式清炖、高端刺身，都能呈现极致高级风味。在国际食材评级体系中，野生松茸是菌菇类唯一的奢侈品。第5名，陈年巴萨米克黑醋，10年发酵的液体黑金。很多人无法理解，一瓶醋凭什么跻身全球顶级名贵食材？意大利摩德纳陈年巴萨米克黑醋颠覆所有人的认知。普通食醋几十天速成，顶级巴萨米克黑醋需要木桶自然陈酿10年、20年甚至50年。真正100年典藏级巴萨米克醋单瓶售价突破上万欧元。它采用意大利专属白葡萄榨汁浓缩熬煮，不添加工业醋酸，不添加香精，不勾兑防腐剂，放入不同材质的实木木桶，逐年换桶，自然发酵，浓缩提纯。10年以上老醋，质地浓稠如糖浆，色泽透亮，酸度柔和，果香厚重。西餐高端料理里，它是终极提鲜、增香、解腻神器，一滴即可提升整道菜的高级层次，是米其林3星后厨的秘密顶配食材。它的昂贵完全来自时间沉淀和100年古法工艺。第4名，极品金丝燕窝，1000年东方滋补珍馐。在全球名贵滋补食材中，顶级头七金丝燕盏常年稳居榜单前列。普通市面流通的烟条、烟碎、漂白货价格低廉，而雨季头七完整盏型、纯天然无加工的金丝大盏，国际单价突破4000美元每磅。只有东南亚特定原始岩洞的野生金丝燕吐出的第一次筑巢唾液，才能形成顶级燕盏。唾液纯度最高，杂质最少，胶质最饱满，营养最完整。每一盏燕窝全部纯人工，精细挑毛，自然风干，禁止化学漂白，禁止药水清洗。
一盏成型燕窝需要金丝燕反复土筑，耗费大量体力，产量极低，天然损耗极大。数百年来，它是东方饮食文化里的顶级滋补食材，温润、清补、养颜、养生。在全球轻奢滋补食材里，金丝燕窝永远是无法替代的经典。第3名，阿尔巴白松露，地表最贵菌类，可遇不可求。如果说黑松露已经足够奢华，意大利阿尔巴白松露就是菌类食材的终极王者。它是全世界最稀有、最难寻找、产量最低、溢价最高的天然食材。成熟完整的顶级白松露，拍卖单价最高突破数万欧元每公斤。每年秋冬全球拍卖都是富豪圈层争抢的稀缺硬通货。白松露无法人工种植，无法人工培育，无法量产，只生长在意大利阿尔巴特定林区，依附橡树、榛树根系共生，深埋地下，必须依靠训练有素的猎犬，低温季节进山寻找，错过窗口期直接消失。它不能高温烹饪，不能蒸煮，不能红烧，只能生食、刨片点缀，依靠自带的独特馥郁浓香，瞬间拉高整道菜的档次。香气霸道、独特，记忆点极强，被全球米其林主厨称为上帝馈赠的香气。它没有固定市场价，全靠拍卖定价、稀缺度定价，有钱未必抢得到。第2名，蓝鳍金枪鱼，大腹，海洋里的移动黄金，全球海鲜最贵单品，太平洋野生蓝鳍金枪鱼。它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，濒危等级高于大熊猫。每年日本丰州市场新年首拍，蓝鳍金枪鱼都会刷新世界纪录。2026年最新拍卖，一条243公斤野生蓝鳍金枪鱼拍出5.1亿日元，天价。最贵的不是整条鱼，而是鱼身核心部位大腹 otoro， 脂肪纹理密集，油脂饱满，入口完全化开，自带深海鲜甜，没有一丝腥腻。顶级大腹刺身，一口就是数百上千元，高端寿司店按克售卖。因为过度捕捞，种群濒危，野生蓝鳍金枪鱼逐年减产，越吃越少，越卖越贵。它是全世界寿司刺身体系的绝对巅峰，是海鲜食材里的终极天花板。第1名，阿尔马斯白化鱼子酱，全球最贵食材，价比黄金。登顶全球名贵食材第1名的，当之无愧阿尔马斯白化鱼子酱。它是全世界单价最高、产量最少、最稀缺、最奢华的顶级食材，没有之一。产自伊朗里海，由超百年白化珍稀鲟鱼鱼卵制成。这种白化鲟鱼生长周期长达100年，成熟产卵个体极其罕见，全球年产量不足100公斤。顶级阿尔马斯鱼子酱单价高达3万美元每公斤，折合人民币20余万1公斤，真正做到价比黄金。鱼子颗粒饱满、通透透亮，色泽温润如玉，入口爆破感极强，咸鲜高级，回甘绵长，口感细腻空灵。它不需要任何烹饪，不需要任何搭配，开盖即食，纯凭本味。在全球顶级富豪私宴、米其林9星顶配宴席里，阿尔马斯鱼子酱是最高规格的象征。它的昂贵不是营销炒作，而是物种稀缺、100年生长、极低产量、全球垄断共同造就的食材终极天花板。盘点完全球10大最名贵食材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很通透的结论：真正的顶级奢华食材从来不靠调料，不靠加工，不靠包装。它们贵在不可复制的自然环境，贵在漫长的生长周期，贵在濒危稀缺的存量，贵在时间沉淀的极致风味。很多平价食材可以无限量产、无限供应，但这些世界级顶级食材吃一份少一份，存量逐年递减，稀缺度逐年攀升。普通美食满足味蕾，顶级食材见证自然与时间的极致馈赠。这也是为什么它们能跨越国界、跨越圈层，成为全球公认的饮食奢侈品。